意外磕到头，我突然觉醒了。2日后，我夫君会带回一女子，说家乡受灾，只是临时照拂，可后面却对她处处维护，全然不顾她对我的栽赃陷害，甚至把她抬为平妻。于是，在他把人带回来之前，我率先把我柔弱的竹马少将军带回了府。夫君，义宁刚从战场回来，身子骨虚弱，府里清静，我便接他过来，临时照拂1、2。只是有一事你默契，义宁不小心把你书房的徽墨给摔碎了，还扯坏了你画的那幅山水图。他就是在军中粗手粗脚惯了，你也别怪他，他不是有意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刚下马车的叶少卿闻言脸色一僵，愣着良久后，嘴唇微颤着开口：书房里有2幅山水图，扯坏的是哪幅？还有那墨，可是我置于楠木书架上的那块。我半侧身，以保护的姿态站在义宁身前。坏了的山水图是你准备献给国公的那幅，至于那墨，是我送与你的那块。这山水图他画了月余，格外用心，昨日才堪画完。那徽墨，则是我游历江南时特意为他挑选的礼品，因为稀少又贵重，他一直没舍得用。叶少卿霎时眼尾通红，嘴唇微颤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我叹了口气，义宁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贵重，我也不好怪罪于他。他怕我生气，还闹着要赎罪呢。他体弱，情绪不能过激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你就别与他计较了吧。叶少卿面色铁青，从喉底压出低沉的声音：婉婉，你未问过我的意见，就把人接到府里，还由着他进出我的书房。普通的物件也就罢了，可他摔碎的是你千里迢迢送我的墨啊。还有那画是我的心血之作，你并非不知晓，让我如何释怀？他神情激动，我却依旧淡然。夫君，大度些，墨碎了就碎了，我下次再托人买一块，那山水图你重新画一幅便好，还来得及。义宁毕竟幼时替我挡过一剑，与我有恩，我不忍苛责。看在我的份上，这事便算了吧。义宁在我身后装模作样的轻声咳了咳，两手一拱：叶兄抱歉，我实在不是有意。叶少卿目光扫到义宁身上，嘴唇抿得死紧，脖子上冒出来根根青筋。夫君从洛城回来，想必劳累许久，快去歇息吧。义宁也受不得风，腿部又有旧疾，站久了不好，我先送他回卧房休息。我正要转身带义宁离去时，叶少卿拉住我的衣袖：婉婉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……他话还未说完，便被一道轻弱的女声打断：少卿。我偏头一看，从叶少卿马车上下来的，正是他带回来的落难女子。虽一身粗布麻衣，但面容姣好，显然没过过苦日子。夫君，这位是……叶少卿这才恍然回神，脸上愤怒渐渐消失，转而换上一抹不自然的神色。他撇开眼，她是我在洛城的远房表妹宋芷，因为家乡受灾，丈夫身死，所以我把她带回来，也是照拂1、2。我瞧着这我见犹怜的女子，心里门清，这才不是什么远房表妹，而是叶少卿之前在老家的情妹妹。家乡也没有受灾，只是搪塞我的说辞罢了。他一来，就是我噩梦的开始。我淡淡一笑：好啊，我差人去安排住处，只是一竹居义宁已经住进去了，妹妹住偏房，没问题吧？叶少卿没办法不答应，因为他家底并不丰厚，这个宅子除了一竹居，剩下的只有偏房了。我喊人把偏房草草打扫了下，叶少卿亲自把宋芷的行李搬了进去。只是搬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，眼神频频投向我身侧的义宁。夜深，叶少卿还是没忍住，问我能否让义宁换个地方休养。他毕竟是男子，住在我们府里，终归是不大方便。怎会？我摇头拒绝。他与我自幼相识，又是特地来京城养伤，我若不管，岂不是忘恩负义？可男女终归有别，到时流言四起，管他们作甚，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再者，你不是也带了宋妹妹回来了吗？一样都是男女有别，我不在意，你也就别在意了。叶少卿眉心微蹙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抬手打断：好啦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与义宁清清白白，仅仅是儿时情谊，若真有私心，当日你求娶我时，
我就不会答应嫁给你了。今日就这样吧，让依宁搬出去的话，别再说了。我吹灭烛火，翻身躺下，结束了这场对话。良久过后，身侧才传来窸窣的声响。黑暗中，叶少卿再也没出声了。接下来一段日子，我们几乎是4人同进同出。只是宋芷显然不满足现在的状况，毕竟他的目标可是荣华富贵。今日饭前，他频频咳嗽。叶少卿担心询问：“阿芷，可是感染了风寒？”“无事。”宋芷捏着帕子轻咳，只是偏房阴寒，受凉了罢了，不打紧。他刚一说完，突然猛烈咳嗽起来，身子看似不受控地倒向一边。叶少卿立刻奔到他身侧，将他紧紧揽进怀里，用手背探他额头的温度。怎么如此严重？府医。可叶少卿这一声还未喊完，我身侧的依宁当即喷出一口鲜血，甚是骇人。他虚弱的单腿跪地，手掌捂着嘴，血从指缝蜿蜒而出。依宁，我面露惊慌，连忙扶着他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旧伤复发了？叶少卿与宋芷被依宁这突如其来的喷血吓得一愣，维持着相拥的动作，没有动静。我捻起手帕，心急如焚地擦去依宁嘴角的血，而依宁只是一味地吐血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焦急大喊：“府医！府医！来人，把所有府医喊到宜竹居，立刻！要是少将军有什么事，我为他们试问。”下完命令之后，我全然不顾叶少卿铁青的神色，用半边身体撑起依宁，手圈着他侧腰，半扶半抱地把他扛出了门。府医查，肯定是查不出什么问题的。那鲜血不过是依宁提前备好的血包，但我还是强硬地把府医留下了，没放一个去宋芷那儿。到了夜晚，才大发慈悲地把他们放走。依宁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捻起桌上的花生抛进嘴里。我演技如何？评价下。我倒了杯茶，慢慢抿着，略为夸张，有待改进。切，他支起腿，脚尖一翘一翘。不过我不明白，你之前爱叶少卿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为什么现在又要我演这一出？你若是厌恶他，直接和离不就行？你是骄阳郡主，他不过一个6品小官，配你已是高攀，还怕他纠缠？那倒不是，我用手帕擦去嘴角的水渍，哼笑一声，逗狗玩而已。我江婉婉爱得起，也放得下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报复心重。若是有人想让我不舒坦，那我必让他感同身受。不是想抬平妻，还任由他羞辱我吗？尽管来试试。我从腰间解下一个戴了多年的荷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块平安符扔给他。这个符你随身带着，保平安的。还有，你来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些天，是不是该备2壶酒感谢一下了？我正起身子，朝依宁眨了眨眼。记得要1壶桂花味的。回房之后，叶少卿就直挺挺地坐在桌侧，眉心微蹙，目光凝在我身上。婉婉，易将军状况如何？尚可，还得好好休养。那便好，只是他今天不适，你似乎格外紧张。我从未见你如此着急过。他声音越说越沉。我适当停顿了会儿，不悦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依宁吐血不是小事，人命关天，我难道不该紧张？少卿，他是病人，我难免关照多些，你不要误会，也别想多。我乏了，先去歇息了。”我抬脚往床榻走。叶少卿起身挡住我去路，眉眼深沉。婉婉，你当真与易将军只是又是情谊？我眯起眼，声音透着不耐烦。少卿，我已经解释了很多遍，不想再解释了。如果你硬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法子。清者自清，我不想再多费口舌。我侧身绕过叶少卿，吹了烛火上他。他孤身在原地站了很久，凝眸望着我的方向，一副受伤至深的样子。我愉悦地拉下帷幕，隔绝了他的视线，翻身睡去。次日，依宁拎了2壶酒过来，说叨扰了这么多日，多谢叶少卿的照拂。他特意讨了2壶好酒，聊表谢意。依宁拿起酒杯，倒满之后，双手递给叶少卿。叶少卿没有立刻接，他视线凝在酒杯上，停顿片刻后，往右一扫，挪到了依宁腰间挂着的平安符上。久久都未出声。叶兄，叶少卿紧抿嘴角，
手指攥成拳，多谢少将军好意。只是叶某人素日滴酒不沾，一碰便醉，这酒还是……夫君，我柔声打断，这酒可是伊宁托了好多人才寻到的。他既要谢你，你便尝尝，切莫负了人家的好意。叶少卿还没说话，宋芷倒是先一步阻止。不行，少卿哥哥他真的喝不了酒，你什么身份，敢指示我夫君薄少将军的意？我立刻横眉怒斥。宋芷被我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一僵，绞着手帕，眼眶通红，泫然欲泣。夫君，我又换上一副温柔缱绻的模样，抬手拍了拍他手背，别人特意备的礼，拒绝了有失礼数。我知你不胜酒力，放心，醒酒汤我已经差人备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一杯酒而已，别寒了别人的心。见我如此说，叶少卿抬起眼眸，深深看了我良久，似是要将我看穿。沉默片刻后，他还是接了，紧闭上眼，一口闷，而后就是剧烈的咳嗽。我状似无奈地拍打着他后背，慢些，酒哪有你这么喝的？他突然惊恐地抓着我的手臂，眼睛瞪得骇人。这酒有桂花？我动作微顿，叶少卿脸色肉眼可见地涨红起来，头微微昂着，由于呼吸不畅，面色迅速变青。他跌跌撞撞地起身，撞倒了桌上的酒。辅一，辅！还没来得及喊第二声，他便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，头磕到地板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两眼一翻，不省人事了。宋芷在旁边尖叫出声，我这才慢吞吞地反应过来，焦急起身，神色慌张。来人啊，来人啊！喊辅一！叶少卿昏迷了好几个时辰，他醒来的时候，头上还缠了几道纱布。我将他扶起，坐在床头，端起一碗药，用汤勺慢慢搅着，而后轻叹了口气。夫君，一宁并不知道你桂花过敏，他也是一片好心，你莫怪他。我舀起一勺药送到他嘴边，他到现在都还在自责，连自己的药膳也未食用。好在救治及时，你身体并无大碍。等你再好些，你便去与他说说，你不气他了可好？叶少卿嘴唇苍白，似乎连抬眸看我这个动作都颇费力气。见他不张嘴，我收回药勺。怎么啦？可是要蜜饯？叶少卿声音微颤。婉婉，你明知我对桂花严重过敏，我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你便让我去安慰你的竹马。没让你立刻去，我温柔道，等你身体养好了再去也不迟。来，吃药。我重新舀起一勺药喂向他。叶少卿却突然笑起来，带着苦涩与自嘲。我看到了，一宁腰间的平安符，是我为你求来的那个吧？你那次病重，我爬了几千级台阶，磕了近100次头，才求来这么一个。你说你至死都会带在身上，可现在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送给了别人。婉婉，你对我可还有真心？真有趣，他居然问我是否对他有真心，他对我又有几分实意？若非觉醒，我便会吃下宋芷做的榛子酥。我还在浑身起疹、重病垂危之际，他便去安慰哭哭啼啼的晴妹妹，还将我母亲为我绣了2月的金缕外衣赠与她，哄得她转哭为笑。后面更是眼睁睁看着我被马贼掳走，因为宋芷受伤，他便没有立即施救，害我被凌辱致死。即使他后续知道真相后悲痛欲绝，将宋芷囚在水牢，还跳崖给我陪葬，可那又怎样？迟来的深情，狗都不要。现在不过是让他经历我原本要承受的罢了。我笑得缱绻，我自是爱你的，只是如今我身体康健，而一宁因为久经沙场，落下不少毛病，他比我更需要平安符。你别与他置气，左右不过一个符，让他可好？可这是我为你求来的符。叶少卿乍然吼出声，强烈的情绪波动让他止不住的咳嗽，煞白的脸又咳得通红。我连忙拍他的后背，语气无奈，别闹了，你看受罪了吧？别这么小气，你若实在介意，等他养好伤走后我再要回来可好？只是送出去的东西又收回来，传出去难免不好听。叶少卿垂下眼，没有说话。凄然一笑后，他端过我手里的汤药，一饮而尽。我满意的收起碗，喝了药就早些休息吧，我去医嘱居一趟。这么晚了，估计一宁还愧疚得吃不下饭呢。我去看看，免得他身体出什么毛病。
叶少卿翻身背着我，没同意也没阻止。我放下碗，利落转身，神清气爽地出了门。叶少卿与我置了许久的气，我也没在意，天天去宜竹居溜达，今天带些新鲜物件，明天带些糖酥糕点，好的玩意儿都紧着一宁。每每看见我对一宁有说有笑，叶少卿都气得说不出话，连宋芷跟他说话都是心不在焉，态度冷淡。这下宋芷可坐不住了，他来这儿的目的可不是为了住区偏房，到处看人脸色的。在一个正午，我和一宁在池塘边的小桥上消食时，迎面碰上了孤身一人的宋芷。他瞥见叶少卿正在身后不远处略一思忖，便露出一个志得意满的笑，抬脚就往池塘里跳。栽赃陷害啊，真能豁得出去。只可惜这招我早已知晓。宋芷衣角还未沾到水，便被一宁拽着胳膊扯到一边。他惊得瞪大了眼，挣扎着又要往水里跳，可在一宁的钳制下，动弹不得半分。姑娘，别费力了，我若是连你一个女人都治不住，就别提上阵杀敌了。宋芷再次惊诧，你根本没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笑道，他现在是没病，但马上就要病了。我朝一宁眨眨眼，又瞥向池塘。一宁，不是吧？这水很凉的，我最讨厌下水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单手把宋芷拽到我身侧，而后抬脚往一宁屁股上一踹，扑通一声，漂亮的水花溅起。宋芷愣怔住了。叶少卿即将转过帘廊，注意到这边，我当即变脸，朝四周惊恐大喊：来人啊！少将军被人推入水了，他不善水性，快救人！听到我的喊声，叶少卿快步走向我这边，两个家仆也立即跳水相救。还未等叶少卿询问，我就当着他的面狠狠甩了宋芷一巴掌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介平民竟如此恶毒，还敢谋害少将军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宋芷的脸被我打得重重偏向一边，叶少卿连忙将他揽进怀里，心疼地抹掉他眼角溢出的泪水。少卿，我没有，他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他把。放肆！我沉声呵斥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难道想说我栽赃你？你最好祈祷一宁没什么事，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圣上发怒，整个叶府都要跟着你陪葬。叶少卿闻言也是一顿，话音刚落，一宁就被人捞了上来，全身湿透，面色苍白，身子止不住的打哆嗦。我立即脱下外袍，将一宁罩住，死死抱着，用自身热度来暖他的身子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还冷不冷？看见这一幕，叶少卿蓦地上前一步，死咬着后槽牙，拳头泛白。一宁虚弱地靠在我怀里，嘴唇颤抖。水里好冷，我差点以为我要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？我将他的手拢进掌心，哈了口气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来人，送少将军回屋。吩咐完，一大群人簇拥过来。一宁披着我的外袍，颤颤巍巍地被人搀走了。回眸一看，叶少卿的眉眼黑沉，指节已经被他掐出了血。我缓缓起身，先是走到宋芷身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就害得他退了一步。我目光转向叶少卿，嗓音冷厉：管好你表妹，如果一宁真有什么事，我让他活不过明日。一宁自然是安然无恙，回房间之后就生龙活虎的，还咬牙切齿地控诉了我一番。有事的是宋芷，被我打了一巴掌，又被我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，委屈坏了。端药路过偏房时，听见他在叶少卿怀里哭诉，抽抽噎噎地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一宁一直都是在装病，还说自己出身低贱，配不上叶少卿，让他放自己回老家，自生自灭罢了。叶少卿哪里同意，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一遍遍地亲吻安抚，还承诺一定会让我当面给他道歉，之后也一定会娶她过门。宋芷这才消停。少卿，有一事我一直未曾告知于你，在洛城的那晚，让我有了你的骨肉，算下来，现在已经2月有余了。我想为你生下这个孩子。少卿，我们原本就有婚约，若不是他横插一脚，我本应当是你的妻。叶少卿先是惊诧，而后欣喜若狂地环抱住他。终究是我对不住你，阿芷，给我点时间与婉婉说，我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进门。想进门？
想得美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淡然地从门缝里收回目光，哼笑着走向遗竹居。夜晚回屋前，我换了身衣裳，还在侧脖梗处掐出了一块红斑。迈进屋门，就看见叶少卿沉着脸色等我。未等他开口，我率先软下音色迎上去：“夫君，今日是我错了。”许是未曾想到我会认错，他怔了一瞬：“你知道就好，那明日便给阿芷。”虽然宋芷胆大包天推一宁下水，但她毕竟是你的远方表妹，我不该没顾及你的面子，当众让她难堪，是我鲁莽了。叶少卿还未说出口的话，硬生生哽在喉底。幸好一宁只是受了风寒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平白无故遭了一回难，心中难免憋闷。我听说宋妹妹今日也一直在房里闭门不出，滴食未进，想来她也是不愿意见到我的。这样，你替宋妹妹去给一宁道个歉，哄她一哄可好？叶少卿神色愕然：“你让我去给一宁道歉？”我莫名有何不妥？放心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一宁也不会为难于你的。你赔个礼，我再劝劝她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叶少卿气得呼吸急促，双手扣住我肩膀：“婉婉，你到底……”他声音再次停顿，目光投在我颈侧，整个人瞬间静止。你颈侧是怎么回事？你还换了身衣裳？我立刻抬手捂住脖子，刻意撇开目光。衣裳湿了，我便换了一身。脖子只是蚊虫叮咬，你别误会。一宁已经给我上过药了，明日便会消散。叶少卿情绪陡然激动，在屋内来回踱步，面色狰狞地嘶吼着：“一宁，一宁，你现在整天都是一宁来一宁去的。婉婉，你敢说你对他真的没有私心？你与他苟且的时候，到底将我置于何处？”他气得浑身都在颤抖，胸膛止不住的起伏。以前怎么未曾发现叶少卿的样子竟如此丑陋呢？我毫不犹豫地抬手，下一刻，他头重重偏向一边，脸上红晕立显。叶少卿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与一宁清清白白，从未行过苟且之事，是正正当当的朋友之意。你说我天天与一宁在一起，你不也日日与宋芷在一处吗？你有什么好闹的？叶少卿猛地转过头，这如何能相提并论？男子三妻四妾很正常，你一个女三妻四妾？我拔高音调：怎么，你还想把宋芷娶过门当平妻？你别忘了，当时圣上赐婚时你是怎么说的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有了我你断然不会再娶，你要欺君。听见我搬出圣上，叶少卿顿时哑了声。我今日话就放在这儿，别说平妻，就算是贱妾，我也不可能让她进门。叶少卿没说话，就像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刚才浑身的怒火散了个干净，脸上只剩空白。想必他向宋芷许诺的时候，都忘了自己曾说的话了吧。缓了片刻后，我浅呼出一口气，软了嗓子：夫君，别闹了，一切就是个误会，是你想太多。至于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明日等你不气了，记得找些针丸，去遗竹居给一宁赔个不是，别失了君子风度。叶少卿神色又难看起来，僵持了半晌，他留下一句不可理喻，就甩袖回了隔壁的书房。片刻之后，书房传来阵阵瓷器碎裂的声响。哟，气性这么大！我懒散地伸了个懒腰，关门落锁。今晚睡觉身边没有恶心的人，甚好甚好。一连好几日，叶少卿都宿在书房，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他倒也不敢光明正大的去宋芷那儿过夜。我一个人落得清静，看清叶少卿的真面目之后，我时常在想，之前怎么就猪油蒙了心，对这样一个男人死心塌地。被宋芷百般陷害，受尽万般委屈之后，还觉得叶少卿心里有我，只会像个傻子般躲在被子里暗自垂泪，简直愚蠢。我江婉婉向来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亏待谁也不能亏待了自己。如今与叶少卿玩这么一出，不过是也想让他尝尝这滋味罢了。他这憋着气无处发作的样子，瞧着实在有趣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偏心的愈加肆无忌惮。叶少卿与一宁看上同一本古籍，我淡然递给一宁：夫君书房古籍众多，想来也不缺这一本，你便让一宁吧。一宁教死了叶少卿照养了几年的壁纸梅，我无奈叹口气：
一宁不懂这些花花草草，他不过是想帮你照料一二，你莫生他的气可好？诸如此类。叶少卿每日都被我气得怒急攻心，饭都吃不下。别说提娶妻纳妾了，多和我说一句话，他就要气得少活一天。每天看他的乐子，有趣的紧。可宋芷却等不及了。自从进了叶府，他就没过过一日舒坦日子。于是他把计划提前了。用膳时，他眉眼低垂地开口：“少卿哥哥，洛城受灾情况严重，太多百姓流离失所。明日我想前去城西的无云寺，为百姓祈福。”叶少卿点头：“阿芷有心了。骄阳郡主明日若空闲，不妨一起。”我抬起眼皮，璀然一笑：“好啊！这趟城西祈福，最终是4人同行。不对，还得算上一个马夫。”途经路边小店休息时，宋芷突然惊呼一声：“我的荷包！”阿芷，怎么了？我的荷包不见了。宋芷瞬间落下泪来，那里面装着我娘的遗物。我从不离身的，难道是落在出门时逛的胭脂摊上了？我慢慢喝着水，眯着眼没有说话。他求救地看向叶少卿：“少卿哥哥，可否帮我去寻寻？他真的对我很重要。”叶少卿连忙正起神色：“阿芷别担心，我这就去。都是我不好，连累大家了。哪里的话，我很快回来。”叶少卿起身便走。我朝一宁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会意，放下水杯，活动了下肩颈：“宋姑娘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既是重要之物，还是别胡乱丢弃的好。闹市人多眼杂，叶兄一人怕是难以寻觅，我去帮他。”一宁打了个哈欠，懒散地跟在叶少卿身后出了门。宋芷顿时面色一喜。我抬眼瞥过去：“怎么，他们都走了，只剩我们2个，你很高兴？”郡主说笑了，只是少卿哥哥和义少将军都愿为小女子寻回荷包，难免欣喜。我笑了笑，没回话。时间缓缓流逝，眼见着已到正午，小店的客人走了一波又一波，2人还不见回来。宋芷频繁地左右巡视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神色逐渐不自然起来。宋妹妹似乎很焦虑。宋芷被我突然出声吓了一跳：“没有，只是少卿哥哥一直未归，有些担心罢了。他担心的怕不只是叶少卿吧？毕竟他串通好的马贼可是一直没现身呢。”远处忽然传来焦急慌张的呐喊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一人在狂奔，跑近了才发现原来是府上的马夫。急什么？有事慢慢说。马夫喘着粗气，面露惊惧：“叶郎君和义将军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被马贼绑了，被绑了！”宋芷失态地站起来，惊呼出声：“怎么会？不可能！怎么绑的是他们？”他喃着。我玩味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二牛，冷静些，可知他们被绑往何处，在哪个方向？”那群马贼说：“想救他们，就让郡主你去绝情崖。”绝情崖啊！一宁真会选地方。我起身挥袖：“那便走吧。绝情崖不远。”不过半个时辰，我们便赶到了地方。只见那万丈悬崖之上，一左一右绑着2个人，左边一宁，右边叶少卿，脖子上都被一把骇人的大刀架着。同样是被挟持，一宁长身而立，淡然处之；叶少卿弓腰发抖，似是吓得不轻。“不对，你们是谁？放开少卿哥哥！”宋芷见状便要冲上去，可他刚迈步，叶少卿脖子上就见了血。“别过来！”叶少卿霎时就吓得破了音。我也是当地面路紧张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行凶作恶，当这里没有王法吗？你可知绑的人是谁？自是知晓。绑匪用刀背拍了拍叶少卿的侧脸，叶少卿紧闭着眼，抖了3抖。“骄阳郡主，近日坊间流传了你很多风流韵事啊，哥几个打个赌，赌你是喜欢你家夫君多一些，还是怜爱这小白脸将军多一些？只可惜我们争来吵去，都没办法确认你的心头好，就只好把他们绑来，让你好生选上一选了。你选的，走；剩下的，死。郡主请吧。”我立在原地，没有出声。叶少卿满脸急切地望着我，声音打颤：“婉婉，救救我！
我是你夫君，我还不想死。我定定看了他会儿，目光又挪到一宁身上。一宁神色黯然，郡主无需管我，一某常年征战，一身伤病，或许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。见我一直望着一宁，叶少卿激动起来，婉婉，我才是你夫君。给我老实点。闭嘴。刀尖又离近了几分，叶少卿高昂起头，脸色苍白地闭了嘴。宋芷也跪在我脚下痛哭，郡主，求求你救救少卿哥哥吧，他好不容易才当上了官，前途无量，他不能死在这里啊。我看着宋芷这模样，倒有几分好笑。万一叶少卿真有事，他肚子里的野种可就无人照拂了，可不得急吗？郡主，绑匪善意地提醒我，考虑好了吗？你要选谁？若是两个都不选，可别怪哥几个心狠手辣，两个一起杀了。我依旧没有吭声，端着一副纠结的模样，视线在两人身上来回游移。宋芷急得待不住了，她突然从袖口取出一把短刀，刀刃对着我脖子，目眦欲裂。选少卿哥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意味不明的含笑看他，也不言语。下一刻，从草丛里乍然射出一支箭，正好打落了宋芷手里的刀。绑匪哼笑，小姑娘，妨碍郡主可不行啊，你就老实看戏吧。你要是再敢动作，先死的就是你了。宋芷眼眶通红地瞪着劫匪，转瞬之间，他竟捡起地上的小刀，朝绑匪掷去。只可惜，这小刀被轻松格挡掉了。叶少卿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、惨绝人寰的叫喊，他整个人都站不住，倒地蜷缩，痛苦不堪。仔细一看，那柄被挡下的小刀，现在不偏不倚，正好地插在叶少卿的两腿之间。我挑起眉，这刀法不可谓不准啊！宋芷也跟着惨叫出声。我反手一巴掌，把他扇得跪坐在地。你看你干的好事！绑匪又催促我快选。我咬紧牙关，偏头望去，手指紧攥成拳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开了口：夫君。即使剧痛难耐，叶少卿还是挣扎着抬头看我，眼里尽是希冀。我长长叹了口气，你莫怪我。一宁出征数十年，抵御外敌，保家卫国，我若是不救他，便会遭千人践踏，万人唾骂，我们叶府多年积攒的声誉也会毁于一旦。这阵子你既已让了他这么多次，今日便再让他一次，好吗？闻言，叶少卿脸色惨白如纸，连带着嘴唇也没有一丝血色。绑匪哈哈大笑，行，郡主大义，既然已经选了，那这个我们就不留了。大刀高高扬起，刀尖闪出渗人的寒光。我不忍地抬手遮住眼。叶少卿与宋芷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，在刀落下之前，竟同时晕了过去。3日后，叶府，叶少卿于床上悠悠转醒，我连忙将他扶起，端起一碗汤药。夫君总算醒了，可让我担心了许久。叶少卿神色茫然，环顾四周，我没死。好在二牛教的援军及时赶到，这才把你救了。放心，那些绑匪已经被抓了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也喊了宫中太医过来为你诊治，太医说你无性命之忧，只是这……我语气遗憾，视线扫向他下身，是用不了了。叶少卿一怔，反应过来后猛然掀开被子，剧烈的动作又让他额角冒出点点汗珠。他不可置信地摇头，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我叹口气，伤及根本，无力回天了。趁着叶少卿愣怔，我又从桌上递上一张纸。你我情深意重，圣上赐婚，只是没想到会遭这么一回难。你受伤，我也很心痛，但事实摆在这里，谁也无法改变。叶少卿看着这纸和离书，嘴唇剧烈颤抖。你如今不能人道，我又无后，总该想个出路。我总不能跟着你守后半辈子的活寡，夫君，你也理解理解我。圣上已经下了口头谕旨，准许我俩和离。圣上还说，你身体抱恙，官场之事繁杂伤身，准许你回洛城老家好好休养，等过几日你身体好些再出发。叶少卿神色惶恐，面容灰败。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猛然起身，紧握着我的手。不，婉婉，你不算无后，宋芷她。对了，说到宋妹妹，
我打断他，垂下眼，黯然神伤。还有一事，我未来得及告知于你。我们回府过程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伙马贼，但他们也不为钱财，竟是冲着宋妹妹去的。他们绑着宋妹妹，说什么她言而无信，说好合作，却报官抓他们。他们折了几个兄弟才逃出来，要宋妹妹去抵债。我本想救她，可当时你的伤实在是等不了了，权衡之下，我只得先回府安顿好你后，再派人去救宋妹妹。只是未曾想，等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……叶少卿攥着我的手发紧，她怎么了？我摇头叹气，她只剩一口气了，我请太医为她诊治。太医说她身子已经被糟蹋垮了，加上又滑了胎，恐怕命不久矣。我命人好生照料着，可宋妹妹昨日选了粮，已经走了。夫君节哀。叶少卿整个人都僵住不动，脸上血色褪尽。不过我倒一直不知宋妹妹有孕在身，你可知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总得告知一二。半晌没动静，叶少卿突然哇地喷出一口鲜血，两眼一翻，又彻底昏死过去。我嫌弃地看着被鲜血染红的床榻，怕是不能要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我即将搬回郡主府，这叶府的一花一木，倒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罢了，不打紧。我整理了会儿衣袖，扔下昏迷不醒的叶少卿，出了房门。门外，一宁吃着个桃子，从墙沿轻巧地跳下来。我扔过去装满银锭的荷包。诺，给你手下的报酬，演技不错，比你好些。一宁切了声，掂了掂银子。你玩了这么久，这下终于满意了？要我说，不如一刀杀了他来得痛快。那多没意思。我放松地伸了个懒腰，让仇人在绝望痛苦中度过下半生，远比让他痛快的死来得更有趣。一宁打了个寒战，怪不得夫子说惹谁都别惹女人，可怕，可怕。又是3日，叶少卿被遣返回洛城。走前，他的状态已然不大好，抱着被子嘟嘟囔囔，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像是得了失心疯。我吩咐随行的马夫不用太关照，留条命就行。还是太善良。至于宋纸，我差人随便找地埋了，无坟无碑，无人记挂。我江婉婉终于大仇得报，从此再无挂碍，乐得自在。又是月余，边境敌军来犯，一宁受诏出征。我送他到城外，他坐于高头大马上，意气风发地朝我挥手告别。我笑道：战场上小心着点，可别死了。他也笑：放心，敌军未除，我身后就是家国，死不了。走了。马蹄溅起阵阵尘烟，不一会儿就没了人影。我转身进城。今日日头正好，街巷人来人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着实是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。买糖葫芦的大爷走到我身前：姑娘，来一串糖葫芦吗？很甜的。我灿烂一笑：好啊，来串，要最大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